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王进董事长的刚愎自用和任人唯亲，导致公司损失了上亿的资金，而且他还仿冒国外奢侈品牌，使公司形象大大受损。而且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了太多的问题。崔董事，最近他还将公司大楼作为抵押，以借贷款进行一项危险而且风险极大的投资。这项投资也以失败告终，导致公司几乎破产。崔董事，你不要忘了，煽动我投资的人是你，而那家公司是一家空壳公司。我从不煽动任何人，是你让我把个人资产也投了进去。我让你？对呀。我明白了，这是你们精心策划好的。你还有叶静怡，是你们让这家公司陷入危机的。各位董事，我就是叶静怡，拥有华景公司8%的股份，也是原叶氏集团叶董事长的大女儿。虽然叶氏集团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华景公司，但我不希望看到我父亲苦心经营的公司因为王进的滥用职权而毁于一旦。王进怎么把叶氏集团变成华景公司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大家愿意让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宁肯出卖自己的亲人的人继续经营这家公司吗？希望各位考虑清楚。说得好，大家开始投票吧。不过在投票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保罗·卢克先生的委任书，他委托我全权管理这件事儿。也就是说，我跟保罗·卢克先生才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不管投票结果如何，我仍然是董事长。很遗憾，这只限于保罗·卢克先生不在场的情况下。什么意思？你马上就明白了。各位股东，保罗·卢克先生已经将他所有的股份转让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才是华景公司的最大股东。不可能，我有保罗·卢克的委任书。那好吧，听听这个。对不起，文静，我知道我俩是发小，而且你总是帮我的家庭。可是，算了，文静，我对不起你。我把股票都给了于静，不过她答应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不起。各位，这是假的，这是伪造的。静点，文静。你的这个发小一直就在国内，而且就在你的家乡。你用他的身份证给他办了个意大利移民，让他一直能在国里。不过王进，我发现你确实是个人才。我特别想知道，在保罗没有去大使馆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把护照办出来的？能告诉我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王静？我是。你涉嫌挪用公款、非法集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请吧。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想把它当成结婚礼物给你的。结婚礼物？你不是一直想要回你父亲的公司吗？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难道我做错了吗？你不想要回你父亲的公司吗？于静，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在找保罗·卢克，找得那么辛苦，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不说你爱我吗？爱我就用这种方式对我吗？我一直以为你在帮我，没想到我只是你一盘棋里的一枚棋子。如果不爱我，又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只是想利用我，掌握整个华锦公司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有什么目的？你想多了，静怡。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再说了，你掌握了王进那么多的证据，却犹豫不决，我只是为你下了一个决心。你想想，王进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又把你害成这样，难道他不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吗？至于华金公司，你放心，结婚以后，他就一定是你的。好了，你太累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叶静怡，你又装失忆，又抢王进的公司，这些都算了，你还把王进送进监狱，你想干什么？你非要看到妞妞没有亲爹没有亲妈，你才高兴吗？你冲我嚷嚷什么？我现在也无能为力了。你复仇成功了，你很高兴是不是？王进被抓进去，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我们俩都应该进监狱。可是王进他妈呢？王燕呢？妞妞呢？他们3个人做错什么了？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吗？王进是妞妞的亲爸爸，你把他爸爸逼成这个样子，你睡觉睡得就香了，你就高兴了，你还要把我们全家逼成什么样子？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走啊！叫你走我会走。爸，我忽然不知道我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我不就是想看到王静和姚倩倩现在这个样子吗？可为什么我现在一点都不开心呢？我甚至开始可怜他们。爸，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呢？如果我的心肠再硬一点，就不会活得像现在这样痛苦，这样纠结了。妈，我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呢？也许我真的该放手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叶文彤？我思想斗争了半天，要不要给你？但我最后决定，还是应该让你知道。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拜拜。日子就这么轻快地走着，而我内心的脚步却步履蹒跚。特别是每每见到他忧伤的神情，我的脚总是想折回去，向他走去。每天晚上，我都扪心自问：我到底爱他吗？我该用哪种方式去爱他？李清照曾经说：“剪不断，理还乱。”
可我真要去剪断这无休止的情丝，我的那把剪刀在哪儿？那冰冷的、没有一点温度的剪刀在哪儿？他爱收集相机，过生日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一台佳能5T Mark II。本来我想，这很简单，买来在宴会上说声生日快乐。但买回来后，我才发现，我无法送给他。用什么名义？亲戚、朋友，或是曾经的恋人？我真的无法送给他，真的。我不想让他多想，但我真的想给他好好过一个生日，哪怕就我们俩，哪怕用这台相机拍下我们一起的合影，那样我就知足了。哥，你怎么来了？静怡呢？刚下班走了？刚走？对呀。喂，阿姨啊，我是清江。哦，是清江啊。有事吗？静怡回来了吗？还没有。他说他晚上先去一下你叔叔那里。哦，是吗？行，没事了，阿姨。再见。在哪儿？王静，你要干嘛？你疯了吗？我是疯了，是你把我逼疯的，是你让我一无所有，是你让我差点进监狱，你还有脸问我疯了没有？难道你绑架我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绑架你，就是为了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什么意思？
那2个男人，总会有一个人会上钩吧？你要干嘛？我在想，比起那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于清江，也许于晶会更好。你要威胁于晶？做梦吧！如果于晶知道他的未婚妻在我的手里，他会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答应我要求的一切，你觉得呢？跟于晶作对，吃亏的肯定是你。你现在关心我，你为我着想。叶锦仪，你千方百计的害我，你现在关心我，一报还一报，你说的。你向警察告发我，我绑架你，这就叫一报还一报。不是我干的。你害怕了？信不信由你。真的不是我揭发的你。那是谁？于新家吗？难道是于海波？是于晶。我之所以没有揭发你，是因为你毕竟是妞妞的爸。可是于晶不管那么多，为了能夺回华景公司，他不但利用我，还动用了周围所有的关系找证据揭发你。他太有手段了，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还是收手吧。我收不了手了，你根本不知道，华景对我来说是什么？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心血，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眼睁睁的看它被你给毁了。公司本来就不是你的，没了就没了。王静，凭你的能力，一切还可以从头开始。千万别给于晶打电话。你现在放了我，一切还来得及，不然你肯定会后悔。我无路可走了，叶锦衣，我真的没有选择了。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走投无路了。季，好好想想，你还有妞妞，有妈、燕儿，还有爱你的倩倩。如果你走错了路，他们怎么办？他们将来依靠谁？其实，在某些事情上，我和你一样，太急于满足自己的野心，不知不觉伤害了很多人。姐，我很后悔。难道你不后悔吗？别再错下去了，赶紧住手吧！我住不了手了。住不了手了，你根本不明白，吃不饱是什么感觉，你想象不了的。我不能回到靠我妈妈乞讨为生的日子，绝对不。不管你说什么，就算你把我绑着，放到大海里，我也会游回来。我要风风光光的回来，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你明白吗？
于董，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王进，你能听出我的声音啊？我真的太开心了。我现在想告诉你，你美丽的未婚妻在我的手上。你说什么？叶静怡在你那儿？你想干什么？现在我说的一字一句，你都给我仔细听着。如果你想让你美丽的未婚妻不受到伤害，那么今天晚上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哼，你是在威胁我吗？威胁也好，交易也罢，这都无所谓。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什么都豁得出去。那，你到底想要什么？钱，还有护照。钱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说的护照拿不到。于董，你太谦虚了吧？你之前那些不择手段我已经经历过了，你现在跟我说你没有出国的门路，这有点说不过去了。看来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当成真的。行，那你就跟你的未婚妻说两句吧。我没事，不要牵着走。叶静怡，听到了吧？叶静怡她现在怎么样？她现在是没问题的，但是之后我就不知道了。王进，你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别给我嚷嚷，你就说吧，给还是不给？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护照今天肯定拿不到。行，明天下午，我劝你最好不要报警，否则你的未婚妻会受到伤害的。王进，你听着，如果你想要拿到你要的东西，就不要对叶静怡轻举妄动，否则我不会放过你。记住。静怡她怎么了？没你的事儿，是不是让王进给抓了？不用你操心，我会搞定的。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一味让他复仇的结果和代价。闭嘴！出去！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他的。别想了，于静是在骗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别废话了，我现在放了你，于静能放过我吗？你明明知道，干嘛还要这样？绑架的罪名，可比挪用公款的罪名严重多了。叶静怡，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婆婆妈妈了？这不像你。王进，没人跟踪你吧？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倩倩，你听好了，我走了以后，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跟他说任何话，等我电话。你要去哪儿？去易静那里拿钱和护照。老公，你一定要小心。委屈你了。一定要小心！倩倩，你应该阻止他，于静不会放过他的。闭嘴！他现在这个样子，不都是你逼的吗？姚倩倩，亲家，我在这儿，亲家。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罪啊？你知不知道，绑架判多少年？你知道吗？你怎么来的？静怡没事吧？我没事。你要干什么？你不能带他走！住！别逼我打你！
叶静怡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谢谢你今天救我。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静怡啊，我知道你不想利用我来复仇，你的心思我全懂。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啊，我觉得咱俩的缘分啊，老天爷赐给我的。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跑不了了，我陷进去了，我完全进入你的故事，我也不愿意。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就是爱你呗。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自信，因为你总是变着法的拒绝我，我心里也没底。我甚至想过，我或许应该静静的走开，这对你来说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我就是舍不得你。直到我看见那份日记，我才知道，或者说才确定，你对我的这份感情，就像我对你的一样。我特别感动。这相机怎么会在你这儿？日记我都看了，你还装啊？有意思吗？但是我想说，这个是我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谢谢。这个不是。不是给我的吗？我要走了。静怡，你一定是误会了，对不起。有事儿，叔叔。这是什么？回来之后，叶静怡就会搬到这儿来跟我住，你跟海波也该自己独立了。还有，公司下个月会派你到美国分公司去任职。你怕我？我为什么要怕你？因为你知道我在查人质保。我再跟你说一遍，人质保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清楚。叔叔，我告诉你，我做这一切是为了挽救你，请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出去。姑姑，我要妈妈。来，把这吃了。妞妞，以后不许再提妈妈了，以后就姑姑带你，好吗？不要，我要自己的妈妈。你怎么不听话呢？你有2个妈妈，可谁真心为你着想过呢？来了，吃东西。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妞妞和妈。妞妞，妈妈，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的手还痛不痛啊？不痛。真勇敢。你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你还来做什么？燕儿，别说了，对不起。妞妞还没有吃饭呢，快把饭吃了，妈妈去看看奶奶，好吗？燕儿，我去看看妈。
家里破产，我们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说实话，我特别恨你。可是我又一想，我哥以前把你们家也弄成这样了，我就不知道我恨你到底对不对了。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醒啦？我要吃肉。好，我给你做红烧排骨。妈，看你现在笑得像个孩子，你还是大声说话的样子比较可爱。可爱。可爱。这是请柬，你过过目，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另外，我包了一层宾馆，来的亲戚朋友可以住进去。啊，如果没什么事儿，就先告辞了。再见。再见。这怎么办？这什么社会？人一破产，连钱都借不来。燕子，你哥来电话了没有？要回家了。你还没有戒酒？你来干嘛？叶静怡，你是来看看我有多惨是吗？好啊，我们这个家都成这个样子了，你高兴了吧？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还买酒回来，你都不知道关心妞妞吗？妞妞是我的女儿，你操心那么多干嘛？用你管啊？我只是担心她。既然你回来了，我就先走了。饭我已经做好了，妈和妞妞醒了，你们一起吃吧。叶青衣，你还装什么好人？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不是你害的吗？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吵架。没心情？我们家毁成这个样子，王静当了逃犯，都是因为你，你还好意思说没心情？你把我东西还给我，把失去的还给我！你们有我失去的多吗？比我当年更惨吗？因为你和王静，因为我和王静，我们俩怎么了？你们两个还不知错？认识你们两个，是我人生最大的劫难。怎么这么早？我来是来求你原谅我的。你说过我很可悲，直到现在了，都死不认错。对，一直到现在，我就没觉得自己错过。静怡，我觉得我的不幸都是你造成的，但是你为了妞妞，可以亲自到仇人家做饭，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我知道，妞妞对你来说
比生命更重要。但对于我来说，王静同样重要。如果你真的这么爱他，当初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结婚前，如果你向我坦白，我不会阻拦你们的，我会让你们在一起。可是现在，你、我都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爱上王静。在你们结婚的前1个月，我才知道他是你的男朋友。当时天都快塌下来了，我想过要放弃，想过要离开他。可是王静选择了你，让我很伤自尊。不，他不是选择了你，他是爱上了你们家的钱。每当他伤我自尊的时候，每当他要离开我的时候，我都恨你，我恨不得杀了你的心都有。所以，你就把我困在电梯里，害我流产。不是的，不是。那个时候，我快生了。作为一个母亲，我想保护妞妞，我想和王静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可是我想到，如果你怀孕了，王静就永远不会回到我身边。对不起，静怡，对不起，我知道我罪孽深重。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毁掉你人生的人是我，破坏你幸福的人是我。可是我也为我犯下的罪过付出了代价。妞妞从来没有喊过我一声妈妈，从来没有。我一直在痛苦当中煎熬。即使我现在拥有了王静，我也从来没有幸福过，我一次都没有。静怡，你幸福了，而我现在这么惨。我们算扯平了，好不好？我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帮帮我好吗？我求求你，把我和妞妞的爸爸送出国吧，好吗？你觉得我很幸福吗？为了夺回我爸的公司，我不惜一切。可是现在，我永远都夺不回来。放着身边心爱的人不管，却要跟不喜欢的人结婚，我的后半生就要在不幸的婚姻中度过。我养妞妞养了6年，我一心一意地把她养大成人。可是现在，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这就是你所谓的幸福吗？我再也不能生孩子，这就是你说的幸福吗？静怡，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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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我求求你了，看在妞妞的份上，帮帮我，你帮帮我好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从小到大只会逼我？你怎么就不能去逼别人呢？啊！我知道，从小到大你都会帮我的，这次也会帮我的，是不是？是不是啊？静怡，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要把妞妞
好好的养大成人。我希望你今天的眼泪，不是在逢场作戏。好。你说什么？你要帮王静和姚倩倩逃到国外去？你疯了吗？你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吗？我只是不想把他们逼上绝路。你想想，他们以前都对你做了什么，你就不怕他们以后找你的麻烦吗？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想他们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别说了，跟我斗的人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件事儿以后也不要再提。妇人之仁。谁？倩倩，没人跟着吧？没有，我很小心的。老公，你怎么穿成这样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如果我还穿西装的话，太显眼了。老公，你就吃这些？我没事儿，家里没事吧？妈还好吧？还好。老公，这些钱你拿着。怎么这么多？哪来的？我去找静怡了。你找她干什么呀？等等，你叫她静怡？我去求她，求她原谅我，求她让于静放过你。在她面前流眼泪，真的很伤自尊。我真的很不想去求她的。不过，只要能和你和妞妞在一起，我就能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妈妈。我真的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你求她干什么？你求她干什么？你求她有用吗？她能原谅我们吗？别忘了，我们对她做那些事儿。只要能救你，求谁我都愿意。老公，你答应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有骨气。我答应你。姐，这婚你真要结啊？静怡，你真要想清楚啊！你父亲的公司咱们不要了，不要了，行吗？我去开门。姐，于哥来了。哟，阿姨，亲家来了，快来坐，坐啊，彤彤，走啊。好。静怡，说吧。我想请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阻止我叔叔的。于亲家，
你到底要干嘛？我的事不要你管。我不想你因为我受到伤害。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如果你选择不信任我，那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伤害，知道吗？我不值得你这样做。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能为你生儿育女的女人。别这么说，我不许你诋毁自己。我心里清楚我自己要的是什么。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你爱我吗？爱啊！你真的爱我吗？当然。如果你爱我，就应该听我的话，别再跟你叔叔对着干了，好好的生活，然后接过佳美集团，再找一个好妻子，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别再因为我受到伤害，然后把自己打垮。如果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怎么就肯定我就非得会被他打垮呢？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再给我点时间，静怡，我会娶你的。过来。别这样，别这样！我要跟你叔叔结婚了，别这样！谁还你的？这个本来就是给你的。这家酒店不错，我想好了，新婚之后带你去瑞士旅游，怎么样？当然，也可以坐游轮去游地中海。静怡，怎么了？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呀，就按你说的做吧。啊，还有，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这是什么呀？是你一直想要的华景公司，结婚之后，它就会转到你的名下。另外，我还准备让于清江担任佳美集团的副董事长。让他做副董事长？对，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偏激，但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不过，现在我已经把他派到欧洲去考察了。他去欧洲了？好了，过2天咱们一起去把结婚证领了吧。不好意思，于董，请你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于姐让你们干什么？给于董松绑，好好伺候他。对不起，喂，易秘书，我找到一份东西，可能是你要的。干得好，我会来拿的。好的。我哥去欧洲出差了。是的，我刚接到董事长秘书的电话。我怎么没听他跟我提起过？董事长秘书是怎么说的？静怡，你最近很辛苦，
而且我发现你胃口不好，特意让老班长给你做了一道你喜欢吃的菜——宫爆鸡丁儿，尝尝。谢谢。我回来啦。好，正好一块儿吃饭吧。哎，对了，爸，哥怎么突然就去欧洲出差了呢？我下午还跟他在一块儿，没听他提呀。哎呀，他走得很匆忙，来不及告诉你罢了。再说，你哥出差要向你汇报吗？我只是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他行了，要么坐这儿吃饭，要么该干嘛干嘛。那我回屋了。提，来吃饭吧。海波，于清江到底怎么了？我也不清楚，但我敢肯定他绝对没有出差。于清江没有出差，对吧？他现在在哪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派他到欧洲考察去了。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相信你。你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知道，为了跟我结婚，你可以对清江做出任何事情。叶静怡，你昏头了吧？我看你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董事长，对不起。你什么意思？当初我决定要嫁给你，是为了要利用你夺回华锦公司。可最终我鼓起勇气要嫁给你，是为了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如果我现在无法保护他们，那我就不能跟你结婚。我做不到。既然你做出了选择，就应该做到底。那你应该遵守你的诺言，不要用这种手段。遵守诺言的应该是你。我答应过，只要你跟我结婚，就把华锦公司还给你。我会说到做到。华锦公司，您不用还给我了。我不能为了复仇伤害到于清江。可是为了华锦公司，你才这么做的。难道于清江比华锦公司还重要吗？是。当初我妄图以恶制恶，但我现在发现，我错了。我为了复仇伤害了太多的人，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后悔。董事长，求求你不要伤害到于清江好吗？你这是出尔反尔，我丢不起这人。我告诉你，叶静怡，只要你乖乖的跟我结婚，于清江就会安然无恙。你保证吗？当然，我可以保证。约翰伯、蒋一云，你们要干什么？怎样的？别胡来啊！快，快找你哥，找我顶着！哎！你怎么来了？别管那么多了，我爸和叶静怡去领结婚证了，快走！走！哥，要是在这，你快走，别管我！哎，抓住他！你马上就要做我的太太了，开心一点。来两位核实一下信息，没什么问题，签字吧。我履行了我的承诺，希望你也履行你的承诺。你放心，我会的。静怡，
走，跟我走。静怡啊，你现在明白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了吧？我就差一步，你就签字了。其实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不，你知道，只有你知道。你相信我，我知道你不愿意嫁给我叔叔。老天爷派我来救你，你爱的是我，对吗？你知道你能来，我有多高兴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能平安的来找我，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终于等到了。退烧了吗？妮妮在哪儿呢？啊，在妈房间。哦，妞妞，妈妈来了。于总，叶小姐来了。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董事长，求你放过我们吧。叶小姐，你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你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搞得鸡犬不宁，海波跟我反目，清江背叛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彻底毁掉我的家吗？我知道我错了，华景公司我不要了，只要能跟清江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了。不，华景公司我会给你的，清江也是你的，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拿回一样属于我的东西。什么东西？一份资料，一份保健品资料。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美国曾和于军开了一个保健品厂？我父亲和于金？这个消息你确定吗？我也是道听途说，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了解。当年我和你父亲一起在美国开的一家保健品厂，可是他中途突然退出，并拿走了我的资料。现在我要用清江和华景公司来跟你换，怎么样？这个价格不菲吧？我说呢，我说我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魅力，让你不惜一切的要跟我结婚。原来你也是一直有目的的在跟我接触。彼此彼此。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条件，你答应吗？我答应。妈，出事儿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叔叔，你能告诉我你把叶静怡怎么着了吗？我能把他怎么样？你真以为你叔叔是个杀人狂吗？你放心，他好好的，很快你们就会见面。至于你，
只要把美国的检验报告的原件还给我，我就成全你们俩。我会取消我跟叶静怡的婚约。所以我没说错，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你永远都可以把任何事情当做一种交易。叔叔，我告诉你，我不会给你的。如果你不停下，我立马公诸于众，你信不信？我说你小子怎么一根筋呢？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现在断然停止人质保的生产，那我几十年的佳美集团怎么办？几千名员工怎么办？他们面临着下岗失业，这些你想过吗？说句老实话，叔叔，这些我都想过，我也知道你的苦衷。但是你那只是区区几千人，可人质保撤了以后，什么反应你应该明白。多少人要受害，你想过没有啊？好吧，我答应关掉人质保，但不是现在。一旦人质保的生产成本收回来，我就关掉美国的这个厂。满意了吧？不，我要的是你现在就关。于清江，你不要太过分了。静怡，我想起来了，资料在哪儿？啊，不是资料，不是资料。静怡，你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很奇怪的话？奇怪的话？对。无论小宝以后怎么样，妈妈的那个项链，千千万万不可以丢啊！一定要记住项链。我想起来了，是项链，是项链，项链。秦江，他们没怎么样你吧？没有，你没事吧？我没事。好了，你们都见过面了。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金怡，现在可以把东西给我了吧？给。秦江，别犯糊涂，把东西给我了，咱们万事皆休。叔叔，我现在比你清楚。你听我说，咱们带着这个，我跟你一起去自首，你能少判好多年。我不会害你，你信我。秦江，给他吧，我答应过他的。把东西给我。不给。给我！不！叔叔，你干嘛？走开！静怡，静怡，静怡，你挺住，你没事的啊！静怡，你真撑住了啊！大夫，拜托了，大夫。家属不能进。老公，倩倩，你来的正好。我决定了，我要去自首。自首？你胡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就这样跑了的话，我们永远都要过上逃亡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再也见不了各自的妈妈了。可是自首就意味着要坐牢了。是要坐牢，但是我不后悔。倩倩，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让我脚踏实地的生活，不要太贪婪。我要是当时听你的话就好了，靠自己的双手生活，而不是去贪叶锦衣家的钱。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叶静怡也不会受到伤害。老公，你说的是真的吗？好，不管你干什么，我都跟着你。假如你去坐牢，我就好好的去戒酒。我等你回来，我要重新找回以前的朱莉亚，堂堂正正好好生活，不让妞妞以我为耻。妈，什么呀？妈，我是王介。妈，儿子，妈，是你吗？王介，这么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你想死我了。儿子，是妈不好，妈不应该生病，妈拖累你了，儿子，我的儿子，是妈不好。我错了。你跑到哪儿去了？找什么呀？找什么啊？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肯定落你这儿了。在我这儿？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我帮你一起找。哪儿去了呢？来，我看一眼这儿。哎，你看，我说在你这儿吧。你这人也是，喜欢就说喜欢嘛，干嘛藏起来啊？啊？笑什么呀？喜不喜欢？不如啊，行，那我走了啊。于清佳，给我戴上试试。你可想好了，这个一旦戴上，可就摘不下来了。戴上了啊！你怎么来了？我马上要走了。在走之前，我想跟静怡单独说几句话，可以吗？好啊。
都先出去。谢谢。静怡，看到你没事真的很好。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也很害怕。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我马上要去自首了。在自首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感谢你之前对我的爱，对我的支持，叶家对我的栽培，谢谢。我的确不想原谅你，但现在，不管是原谅你，还是惩罚你，我都已经说的不算了。我知道，我很抱歉，我伤害了你，伤害了你的家人，以及倩倩，还有我自己的家人。一两句道歉的话，根本弥补了我的罪恶。但是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还有小宝，你爸爸，我不会忘了他们。我会在余生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钟，为他们祈福，为自己赎罪。小宝是个好孩子，他什么都没做错，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对不起，我走了。王静，保重。真心相爱，不必朝夕相守，忍受你给的寂寞，无怨无悔为你守候。他是否天真如我，相信你的永久，给你最多的自由。哥，任你随意将感情挥霍。保重。菜齐了，爸爸去哪儿了？爸爸出差了。妞妞，以后妈妈不在的时候，要听姑姑的话，一定要乖，知道吗？嫂子，你真的要去戒酒吗？我向王静保证过了。燕子，以后要拜托你多照顾妞妞。还有妈，麻烦你了。倩倩走到今天，我这当妈的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哎，这事儿也怪我。一想到倩倩这样啊，我这心呢就往一块揪。都是我没让你们过上好生活啊！想想这几年日子过的，哎，我都脸红。那还不是你成天说是我干这干那的，我完全是上你的当了。哎呦，你还脸红呢？你就没有资格脸红。
我可跟你说啊，以后要好好做人啊！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不会了。静怡，静怡，你今天出院啊？还好，来得及。我想在走之前见见你。你要去哪儿？去戒酒。你还恨我是吗？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我不打算求你原谅我，因为我根本就没那个资格。你曾经给过我机会，原谅过我，可我却利用妞妞，把你送到了玉金那儿。你应该恨我，不要原谅我。没错，有段时间，我的确非常恨你，而且我很痛苦，我都不知道，心中充满着仇恨，会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倩倩，我慢慢理解你了。你恨了我那么久，一定也很痛苦吧？那段日子，你一定也很不好过吧？你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了，还是要当好人是吗？我是不想让你太难受。对不起，静怡，我是太嫉妒你了。我总嫉妒你做什么都比我做得好。对，因为你，所以我非常痛苦。倩倩，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因为你，全都是因为我自己。我绝望地渴求着爱情，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现在，王静坐牢了，我要去戒酒了，妞妞怎么办？静怡，帮我照顾妞妞好吗？真的吗？她本来就是你的女儿。没错，她是我们的女儿。妞妞，你知道姚倩倩才是你真正的妈妈，对吗？是她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爱很爱你，比任何人都要爱你，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好，好，进去吧。妞妞，你怎么来了？妈妈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叶静怡，妈
妈妈，你什么时候出院陪我一起玩？你叫我什么？妈妈。再叫一遍。妈妈。再叫一遍。妈妈。哎。妞妞。妈妈。妞妞。妈妈。妞妞。妞妞。妈妈。倪秘书，哦好久不见，找我有什么事吗？哦，叶总，不好意思，是于董让我来找您的。于金，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在你受伤的第2天，他就去了美国，他现在已经被美方羁押起来。不过因为他是自首，所以您不必担心。那清江他们知道吗？于董让我回国后的第一时间就是找到您，所以清江和海波应该还不知道。哦，于董让我转告您，他会对你父亲的死负责的。为什么？因为在你爸爸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去病房看过您父亲，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您父亲病得这么严重。这么说，不是姚倩倩气死我爸的？应该不是。于董说，他离开你父亲病房的时候，你父亲病得已经非常危险了。算了，既然他已经自首了，我相信法律会给我和他一个公正的说法。谢谢你，尹秘书。哦，不客气。那叶总就不打扰了，您多保重。谢谢尹秘书，再见。好，再见。今天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亚洲时尚大奖获得者叶静怡女士和她的女儿王小妞来参加我们的记者见面会。首先祝贺你，您现在是世界知名的时尚大奖获奖人，同时又是妞妞阳光服饰的董事长。就此次的获奖，您能说几句吗？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爱我、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我非常的感激他们。那请问您现在最感激的人是谁呢？我最感激的人是跟我一起在儿童基金会当志愿者的老公，他叫于清江。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他就在那里。是你呀？你呀？啊？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下一个。啊，下一个。看这边。他手上拿的那个相机是我妈妈送给他的。老婆，人家可都管你叫天使阿姨，那我不成了天使叔叔吗？是我们2个人都是天使，只是我们的翅膀是隐形的。那你还真不客气。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那个美美在意大利马上就要结婚了，终于找到心上人了。太好了，下个月王静就假释了，姚倩倩也出院了，我们的妞妞就可以见到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了。那我就有2个爸爸妈妈了。没错，我们的妞妞最幸福了。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我怎么了？没事，我现在饿了啊，你去给我买点吃的。现在上哪给你买啊？哎，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你去不去？我去啊，等着我啊。快点！小峰，你老婆快生了吧？快，还有几个月啊！快点回来啊！我们照相不带你玩，是不是一起玩？来，照相喽！